嘿，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宜家 Skydis 动物板的设计实验。Skydis 动物板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收纳工具，它能把家里的小物件都挂到墙上，随手可取。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：对于东西比较多或者大小不一的用户来说，原厂提供的收纳盒尺寸有限，往往不太够用，空间也不能很好的匹配个性化的收纳需求。于是我就在想，如果能在现有收纳盒的基础上做出更多尺寸、更多组合的模块化设计，那是不是就能让动物板变得无限扩展？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拼出任何尺寸、任何形状的收纳盒，而不是被固定的规格限制。那在进入建模环节之前，我先仔细对 Skydis 动物板做了一些测量。Skydis 动物板的孔并不是传统动物板上那种圆孔，而是一个带有圆弧过渡的长槽。实测下来，它大约是15毫米长、5毫米宽，两端是半圆形过渡。这样的设计让挂钩面积更大，有更好的结构强度，是一个很好的设计。动物板的基础间距是40毫米，这是横向与纵向的主间距，但它并不是规则的方格阵列，每一行的孔都会在水平方向错位偏移20毫米，所以整体看上去像是错列排列。这种排列相比常见的25毫米标准圆形动物板更加稀疏，但在视觉上更简洁，也让结构受力更稳定。通过这些测量数据呢，我就能在设计中完全复刻它的排布逻辑，让之后的收纳盒可以和原始的动物板严丝合缝。在拿到数据之后呢，我开始在 Rhino 的 Grasshopper 里进行建模。Grasshopper 是一个参数化的建模插件，它的优势在于我们只需要搭建逻辑框架，后续只要输入不同的参数，就能快速生成不同尺寸、不同形态的模型，而不用每次都从头建。我设计的逻辑大概分为这么几个部分。首先是基础收纳盒逻辑，先定义一个标准的单元尺寸，比如最小的盒子就是覆盖2个孔区的大小，也就是40毫米。然后通过参数可以在 X、Y、Z 3个方向扩展，得到以40毫米为单元梯度的任意长宽高的收纳盒。在孔洞方面，在盒子的外壁上，我同样开了和 Skydis 动物板完全一致的孔洞。这样一来，这个盒子本身也成了一个立体的动物板，不仅能挂在墙上，它的侧面、前面也能再挂钩或者是小零件，相当于一个平面动物板延伸成了一个3维的收纳体系。至于挂钩与连接方面，原厂的收纳盒和挂钩通常是一体成型的，缺点是如果挂钩断了，整个盒子就要报废。那我设计的是挂钩独立可拆卸，挂钩和收纳盒通过简单的插接连在一起。这样做有几个好处，首先是3D 打印更省时省料，因为盒子和挂钩是分开打印，不需要额外的支撑。再就是损坏可替换，挂钩如果断了可以单独换挂钩，而不用报废整个盒子。其次是模块化的思想，未来还可以设计不同形状的挂钩，甚至是不同角度的连接方式。所有盒子都遵循着相同的参数逻辑，意味着你可以生成一整套风格统一但尺寸各异的收纳盒。从窄条形的笔筒到大量的工具盒，都能在几秒钟之内生成并导出3D 打印文件。在设计完成之后呢，下一步就是把模型变成现实。这里我用的是常见的 FDM 桌面级3D 打印机拓竹 A1。收纳盒的本体呢，我设置了2层壁厚，这样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也不会太重。填充率15%，日常使用已经完全足够。挂钩部分我会提高到40%以上，保证它在受力的时候不会轻易断裂。在材料的选择上 ，PLA 是最容易上手的材料，打印效果也足够好。如果想要更耐用，可以用 PETG，强度更高，而且更耐热，不容易脆裂。打印完成之后，稍微清理一下毛边就可以直接使用。整个过程简单高效，而且模块化的设计也让打印变得更加灵活。需要什么就打印什么，不会浪费。在打印好之后呢，让我们来做几个示范。小号盒子适合放 U 盘、胶水、螺丝钉这些小零件。中号盒子可以放常用的工具，比如美工刀、卷尺。大号盒子可以放充电器、电源适配器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而且由于盒子本身也带孔，你还可以在盒子外壁再挂一个小挂钩，甚至是把小盒子挂到大盒子上，形成盒中盒的组合。整个系统就是一个 DIY 的收纳生态。这套模块化的设计的意义呢，就是让 Skydis 动物板不仅仅是一个平面的收纳工具，而是可以变成一个立体的、可扩展的、能不断进化的收纳体系。
那么最后呢，我已经把这套收纳盒的打印链接放在评论区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打印。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量解答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设计见吧，拜拜。